伤伤，应该是非非伤伤吧的议题，就是154只走私猫被安乐死的这个事件。那以下我的这个观点，因为我的那个什么同温层，我的好友圈，我脸书的好友圈就是一堆相关人员这样子，所以他们都会打一些他们的浅见，但是他们自认为的浅见，可是我自己觉得还蛮受用的，所以我大概就会把它整理下来，然后跟大家介绍为什么这次执法单位会做这样子的决定。那以下就是我先截录是我的大学教授费长勇他的那个费长勇费教授的他写的那个文章这样子。那费教授他其实是对于动物福利非常钻研的教授。那我大学也上过他的几堂课，我非常的喜欢这位教授，他就是很慈祥这样，然后脑袋非常的清晰。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浅见，这样，重点是他非常的专业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一下，就是专业人士的见解这样子。那他就说了几点，就是说，猫因为是跨物种的感染，潜伏期就是不一定的，平均为2个月，但可能从数周到数月，甚至是数年不等。跨物种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虽然说是狂犬病的疫区，可是台湾现在的狂犬病的那个动物是幼獾，所以我们台湾是幼獾型的狂犬病。那幼獾型的狂犬病要变成要跨到猫的狂犬病的话，或者是再跨到犬的狂犬病的话，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个病毒要进化，要一些时间这样，所以不可能是数周、数月。甚至这就会验出来的，通常都要很久，但很久也不一定，也许很快，但这就是没有办法预测这样子。然后狂犬病的诊断必须采取脑组织，不是采血的诊断。很多人就会讲说，我可以那个检疫的费用我可以负担，才几百万嘛，没有关系，我可以负担。我为了要救这些动物，我 OK 让我吸收。可是重点就是。因为它有潜伏期，所以在潜伏期的时候，因为它有潜伏期，所以在潜伏期的时候，你是血液中是验不到它的病毒的。因为狂犬病它的那个感染，它是会循着末梢神经进入大神经管的内侧，然后再从脊神经的神经管进入大脑，全程不与血液接触，所以你血检是检查不到的。所以要检查，必须要打开脑才能切片检查，人畜都一样。然后切片的检查又有分几种，但是就是，我看费教授讲说，如果是用普通切片的话，好像要很久的时间。然后最快的方法就是大概用那个荧光染剂，然后这样子。那个什么跑出来的速度会比较快，几个小时就可以知道。但重点不是他用什么东西，重点是他要开脑，他必须要取脑组织。我不知道大家对开脑有没有一种观念，就是开脑不是你活体能做的，就开脑它是，也不是说活体能做，就是开脑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动作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台湾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专业人士可以做这件事情，台湾人力就是不足。那台湾那么小，就没有就是平常没有养那么多人在。检疫狂犬病就是检疫这种走私的情形，所以不要再劳烦大家了，因为这个没办法，台湾就是人力不足，然后能力也没有到那个阶段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发病的话，就是病毒已经在大脑进入大脑之后，在大脑里面大量繁殖，这个时候才会有症状。然后病毒就会进入到全身的器官，此时验血才会验得出来。可是呢，已经来不及治喽，因为致死率是100%，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病了。然后，所以你要已经没有办法拯救这只动物。然后也有人就讲说，如果你已经被动物咬了之后，你再去打狂犬病疫苗，还有没有用？这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今天已经被咬到，你才去注射的话，
其实已经是没有用了。所以预防胜于治疗，你必须每年定期的打狂犬病的疫苗，知道吗？这个我之前就有讲过，狂犬病的疫苗一定要打，这个在之前的 podcast 就有讲。那请大家一定要带你家狗狗去打狂犬病疫苗，这非常的，因为这真的是预防胜于治疗，你永远不会知道。今天会不会一直突然散步的时候，一直右欢冲出来咬你家的狗，或者是一只野狗咬你家的狗，然后它有没有带病源这样子，这是一件非常就是赌运气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散步散到一半有右欢冲出来咬人的话，这也是这个几率应该也是蛮低的。好，然后我要讲一个，就是为什么台湾已经是疫区了，还要害怕狂犬病？因为台湾是幼欢型的狂犬病疫区，所以跨物种是很难，就我刚刚讲的，潜伏期是数周到数年，是无法预测。所以只要这154只猫咪有一只是犬型的狂犬病，并咬到狗，野火燎原就完蛋了，这个跨物种就会开始嘣嘣嘣嘣嘣，然后。费教授就有提出，如果今天啊，你就领养了这154只猫咪，然后如果它刚好都有带源的话，它都有带源，等到可能20年后、10年后，它开始发病了，它开始咬人，咬你们家其他的狗，那就完蛋。这个时候台湾就会开始爆发狂犬病的那个病潮，狂犬病潮这样子，就会开始出现社区感染，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像。COVID-19 一样，比 COVID-19 还要可怕，因为 COVID-19 致死率很低，没有比狂犬病一样100%来的那么高，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就学理上来说，防检局跟相关执法人员做的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揭露费长永费教授的那个他打的文章这样子。可是大家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学理上是这样做，可是道德上来说，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是154只名贵的猫咪，那猫咪是无辜的，重要的是那些执法的人员，对不对？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今天这154只猫咪会对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它们是名猫。你要想哦，台湾这么多流浪动物，那么多流浪猫。然后在那个什么，每天也有那么多猫咪死亡，然后甚至是遭到虐待，或者是说你不要说死亡或虐待，就已经有一堆猫咪在收容所里面了。那为什么这些猫咪不会被重视？重视的只有这154只走私的名贵的猫咪，只因为它是名贵的猫咪吗？只因为它是有血统的猫咪，有品种的猫咪，所以大家才会对于它们特别的。在意吗？这是我觉得蛮大的一个需要探讨的地方。就是今天这个议题，它其实可以讲的东西非常的广。无论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什么，疫区或者是跨物种的感染，然后再现在是讲的就是道德上面的，或者是说民权跟一般米克斯的差别。这个议题真的非常的好讨论。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今天。就是站在一个我尽量就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跟大家阐述这件事情，这样子。好，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的立场，就是我真的觉得防检局做的是正确，只是后面要探讨的就是说，这154只猫咪，只是因为它是名贵的猫咪，所以大家非常的受重视嘛。那或者是说，如果今天是走私200个人来的话呢？那也会把他们处死吗？这就不会了哦。为什么？因为人类有活着的自由，猫咪没有活着的自由。就是你知道吗？人大于猫，然后品种猫又大于米克斯这个概念。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深的议题。我现在一直绕回来，就是一直觉得。这个议题真的很深，可是又不得不讲，因为如果今天是200个人，你说1个人、2个人、200个人来，那怎么可能让他们处死？因为人类就是一个万物之王啊，人类就是最大的，人类就是可以掌控每一个动物的生死。那我今天想让他们死，他们就会死；我今天想让他们生，我要特赦他们，他们就会生，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如果今天是人类的话，那是不是结果又不一样？如果今天是米克斯猫咪的话，结果也许会不一样，只是因为它们是名贵的猫咪们。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发表的言论。那以上的这些言论呢，不代表我的立场啊。没有啦，就是因为这些言论是我从那个我自己原本也就是我知道走私猫咪一定要被处死，然后我第一个的想法也是想说，没有办法，就是透这些检疫，然后无论花多少钱，然后我们自己想要领养人自己吸收嘛。我原本就是最开始也是这么天真的想法，然后后来是看了很多资料之后才发现，事实不是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因为它的潜伏期就很长。那当然还是会有很多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声音，就说它潜伏期才没有那么长。这个 paper 已经出来说它的潜伏期只有2周，它只有2个月，它只有怎么样。但是也是有很多 paper 是指出它是数年不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预测，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办法预测它的潜伏期是多长，你本来就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是有没有狂犬病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走私，对不对？今天这些猫咪真的很无辜，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在那边讨论，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撇开这些猫咪很可怜的那个议题，我们就讨论我为什么要走私，对不对？还不是那些商人在那边贪官污吏，然后就会觉得，而且最新发现就是那个幕后指使者，就是做这件走私的事情的人，他以前是那个海巡单位的人，所以他可能就是利用他自己知道那个海巡的可能有一些漏洞或什么，他以为他可以闯关成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蛮不可思议，就是还蛮气愤的。我希望真正是，如果要杜绝这件事情再次发生的话，就是要执法单位要非常严惩这个就是那背后的主使者，这才是重点啊！好啦，今天讲了一个有点严肃的议题。大家应该还 OK 吧，还可以吸收吧，听得懂吧？那我相信应该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进行讨论。然后，如果有什么想反驳的，或者是你觉得听到哪一句话就是愤愤不平的，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讨论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